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发仙尊造型翻车，曾舜晞被嘲不如诚意，第一竟是10年前的他。咱们平时看国产剧，尤其是那些讲神仙、讲修仙的故事，大家最期待的是啥？除了扣人心弦的剧情，那不就是帅气的男主角、漂亮的服装造型吗？特别是那种白发飘飘，看着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仙人形象，每次一出来都能引起一阵惊呼。可最近啊，大家伙在讨论新剧的时候，就聊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，同样是演白发仙尊，为啥有的就让人觉得仙气十足，帅到没朋友，有的却引来不少吐槽，甚至被网友拿出来比来比去，看看谁的造型更让人下头。这部最近热播的几部剧里，曾舜晞在《临江仙》里的那个白发造型，就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。不少看了剧的观众就说了，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，跟他之前在《莲花楼》里演的那个角色比起来，感觉这次的仙尊造型没那么讨喜。大家都在好奇，这白发仙尊的造型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啊？为啥同样是白头发，效果就差这么多呢？咱们就来像拉家常一样，好好分析分析这事儿。你说看剧不就是图个赏心悦目吗？这角色的造型啊，尤其是主角的，那真是太重要了。它直接影响到观众看剧的心情，也影响到大家对这个角色的接受度。先说说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，曾舜晞在《临江仙》里的那个白发造型。听网上很多人的反馈，槽点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。首先就是那个发型和头套。有人说曾舜晞本身的脸型比较偏圆润，有点像大家开玩笑说的芒果脸，可能不太适合那种特别显脸型的发型。结果呢，这个白色的头发，特别是那个看着挺大的头套，感觉不仅没能修饰脸型，反而把大家说的这个特点给放大了。再加上头上的发簪，上面还挂着长长的链子，设计者的意思可能是想表现那种飘逸、不沾染凡尘的感觉。结果呢，很多观众看了觉得有点累赘，甚至有点滑稽，跟想象中的那种高冷仙气不太搭。再看衣服，也是大家吐槽的一个重点。神仙嘛，大家脑子里想的通常是那种轻飘飘的白衣，仙气十足。可《临江仙》里给曾舜晞设计的这套白衣服，一层又一层的白纱堆叠的特别多，看着就感觉很厚重，很繁琐。用网友的话说，就像是穿了个违章建筑在身上。你说仙尊，那的是站得直直的，有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吧？结果这衣服层层叠叠的，把腰身都给遮住了，甚至脖子上还围了一圈白纱，感觉连脖子都快看不见了。整个人站着或者弯腰的时候，看着就有点驼背，没精气神儿，哪还有一点点神奇那种俯瞰众生的挺拔和气度啊？大家伙觉得，一个成功的角色造型的是为角色服务的能衬托出角色的气质和魅力。可这次曾舜晞的白发仙尊造型，在不少观众眼里，似乎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，反而因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，让观众有点出戏。那是不是白发造型就难搞呢？也不是，咱们以前就有很多成功的例子。文章里也提到了2个被大家公认的白发仙尊形象，一个是程毅在《沉香如屑》里演的应渊帝君，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年前高伟光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演的东华帝君。先说程毅的应渊帝君，他在剧里有不同时期的造型，白发白衣的应渊帝君出来时，很多观众就觉得很惊艳。你看他的白发，感觉比较自然，不像戴了个假发套，发型也相对简洁，没有太多复杂的装饰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造型跟他角色那种清冷、隐忍、背负苍生的气质特别搭。
白发白衣不仅没显得苍白，反而衬托出了她眼神里的故事感和那种超脱的仙气。她的造型没有用那种层层叠叠的复杂设计，而是通过简洁的线条和自然的质感，把角色的感觉给立住了。再看看高伟光演的东华帝君，那可是不少人心里的白发男神。虽然剧都播了快10年了，但大家提到白发仙尊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。你想啊，他演的是天地共主，那的是多有气场、多高贵的神仙啊！高伟光本身条件就好，个子高，五官立体，非常有辨识度。他的造型也特别聪明，一头白发配的是一袭紫衣，这个颜色搭配就很绝，白色显得飘逸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紫色又代表着高贵、神秘、权力。白发和紫衣一结合，那种上古神奇的强大气场一下就出来了。而且他的发型特别简单，就是一头长长的白发，用一根简单的簪子束起来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。文章里也说了，他的鬓角处理得很好，没有像有些造型那样模糊脸部线条，反而让他的五官显得更立体，下颌线更清晰。这种极致的简洁，反而显得特别高级，特别有范儿。所以你看，对比一下这几个例子，咱们就能看出来，同样是白发仙尊，为啥有的成功，有的就没那么成功。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弄个白发头套，穿件白衣服就行的，里面大有门道。首先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合适，这个造型的适合演员本人。每个演员的脸型、身材、气质都不一样的，根据这些特点来设计造型，扬长避短。高伟光那种立体深邃的五官就特别适合白发，能突出他的优势。曾舜晞可能就需要考虑怎么用造型来修饰脸型，让他看起来更精神，更符合仙尊的设定。其次，简洁有时候真的比复杂更高级，尤其是演神仙这种角色，太多的装饰，太繁复的衣服，反而容易显得累赘，不真实。你看东华帝君，就靠简单的白发、紫衣和一根簪子，就把那种高贵、强大的神奇感给演出来了。相比之下，那种层层叠叠的纱裙，不仅看着重，还把演员的身材优势都给遮住了，自然也就没那么仙了。还有就是质感，白发造型最怕看着像廉价的假发套，衣服的面料看着没有飘逸感。成功的白发造型，对头套的逼真度、发丝的自然程度、衣服材质的轻盈感和垂坠感要求都很高，质感好了，才能让观众相信这真是个超凡脱俗的神仙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造型是为角色服务的。一个好的造型，应该能帮助演员更好地诠释角色，展现角色的性格和魅力。它不是独立的艺术品，而是角色的一部分。仙尊就该有仙尊的气场，白发造型应该增强这种气场，而不是削弱它。总而言之，白发仙尊这个造型看着简单，其实挺考验设计师和制作团队的功力。它需要综合考虑演员、角色、美学、材质等等各方面的因素。希望咱们未来的国产剧能在服化道上多下功夫，从这些成功的案例里学习，也从失败的经验里吸取教训，设计出更多既符合角色设定，又能展现演员魅力，让观众看着赏心悦目的造型。毕竟，大家伙都希望看到咱们自己的电视剧越来越好，能呈现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中国故事和角色形象，让咱们自己的文化和审美也能通过屏幕走向更多地方，对不对？